嘿嘿嘿，就是他把我们在这种下雨的天气还搞出来啊，飘逸飘逸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黄兴广场的 OPPO 店了。OK， 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去锐评一下这个 Find N5和这个沃起 X2， 好吧？你自己家出了个什么产品，你怎么不去看一下？上了吗？甜点有了吗？应该有了吧？等会儿去看一下呗。我不去，不想看屎，我走了，不想摸屎。走吧。你觉得很薄吗？你要说和折叠屏比的话，有点薄吧。但是我觉得它和之前那个最薄的，就是折起来的时候，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差距。我感觉没有什么差别啊。对，和之前那个最薄的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对，哎，这个颜色跟 X8 Pro 的那个也有点像。不，我觉得它有点像，有点荣耀。对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白床单上沾了尿渍。你今天航过来就是要搞垮我们是吧？好大呀，就是它不像以前的Find N系列了，是比较小一点的啊。但是这一次就真的。N3开始其实就变大了。但是 N3也没那么大 ，N3哪有这么长啊？好，打开吧。打开我感觉怎么样？第一点就是展的还算平，看到没？对，它这个展的还是算比较平，展的还是比较平的。这个折痕，看还是看得到的了。这是在体验店里面已经展示过一下的，它这个折痕大概就是这么个水平了。其实还是有，但其实不太明显了。你真的用折叠屏的，其实不会太在意这个折痕的。这个正面看确实几乎没有哎，而且你手摸过去，我感觉也不是很明显。对，只是你侧面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嘛。这个完全是可以接受的，这已经就是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个折叠屏的尺寸了。其实它第一代还有第二代的时候，那个小小的，它合上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，对，听着贼爽那个声音。但是这一代，大家听一下，没有那个声音了，听到吗？是没有那个很厚重的像关车门的那种声音，你知道吗？往里面可以到这个角度可以悬停，这个角度就已经非常小了。然后再往外吧，中间肯定是没问题的了。往外可能到135度，可能到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可能就差不多了。你再多一点，它就掉下去了。这个铰链的质感怎么样？就是感觉扣上去的这一下是有点脆的。可以看这个侧面是有3段键的，然后这边是音量，这边是一个侧边指纹，这是很平常的了。C 口看不到嘛，因为它插的这个防盗器，底下也是有麦克风啊，什么降噪的麦克风啊这些东西，还有卡槽，卡槽也好薄啊，好薄一片的卡槽啊，好极限啊！折叠屏用户评价一下，你觉得这个你会想买吗？不会想买啊，扒着就买什么？你这手机是多少钱买的？我16加512才4000多块钱，20万。我这是 Fold 3啊。我觉得厚是厚一点嘛，但是边上是圆的嘞，就摸起来感觉手感还好一点。对啊，Find N5是那种方方正正的。我个人建议啊，因为我用过2台折叠，我第一台那个三星半年亏了8000块钱吧，好像是，就是亏了一台 N5 出来。然后那台教训之后呢，我就决定以后买折叠屏，我再也不买全新的了，因为这个东西掉价其实还是很快的，不管它多贵啊，华为出来。你没考虑到用了久以后它有折痕，就会点的很快。对，然后我上半年换的这个 Fold 3是4000多块钱。好吧，这个12加56现在20，估计也就4500左右。这个Find N5可以买2台了。你8加2啊？哎，其实折叠屏我都没打过什么王者荣耀，我就打金铲铲，然后然后玩炉石，我觉得性能是够用的。所以现在那些朋友想看我们大折叠的，就是我们没有钱啊。对，因为我们可能做完一次再卖掉，可能一台亏1-2000。你再看一下它的拍照啊，你刚刚说它的主摄是裁过的是吧？对，它反正现在是0.9倍就会切主摄。它反正现在是23毫米，我们不管，它给的就是这些，我们就不管了啊。超广角是15毫米，我主要就看看它有没有长焦微距，好吧？好，来看一下，是有一定的长焦微距效果的，最多就这样了。这个对焦距离大概是10几厘米吧，还是清楚的。然后你可以放6倍。那就可以对得更近一点。怎么说呢？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，长焦微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因为其他家都有，应该都有这东西了。70毫米啊，3倍是70毫米，这长焦微距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。第一次加长焦微距居然是折叠屏，它的这些按键都做得很细很细，所以它做得很突出，你摸的时候就会感觉这个滑过去的时候感觉好明显啊。你说它除了薄吧，薄确实薄吧，不厚吧，但是
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点了。其实它这个钛是用在哪个？它是呢铰链里面，铰链里面啊，外面都是铝的，外面都是铝合金，很荣耀啊。这个摄像头设计难道不是很荣耀吗？一模一样。我不知道荣耀的人看到这台手机会怎么想。就边框变直了的荣耀。像里面系统，其实在上一代 N3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了。它铰链后半段的力度是偏小的，我感觉它不线性。它卡回去的时候感觉，我觉得比起 Mate X6那个还是要差一点。比 Mate X6比它贵4000多。那个铰链的质感就是有点，这个反正就是给我一种便宜一点的感觉。我听说它这个马达是很轻微的，我刚刚感受了一下，确实跟没有一样。真的假的？你自己感受一下，没有一样的。哦，好轻啊，是吧？清脆吧？因为它很薄。这是 Fold 3啊，你看，我看能不能听到它那个关上去的声音啊？听到没有？啊，对，它是有一个像关门一样、关车门一样的声音。这个对，这个没有，这声音挺小的。它内屏用的也是一个三星的，外屏好像是京东方的。8999，我是觉得有点小贵了。有点自信啊。看一下 X2，因为它有那个有一 Watch 个 X。一代的 Watch X。那先看一下这个外观吧，它这个也是蓝色的，这个也蓝色的，蓝色的要稍微贵一点。就是能第一眼看出来一代和二代的区别吗？就外面这个窄了一下呗。你看它这个表圈比它的屏幕要高一点了，是吧？一代是一个平的。哦，就感觉能更好的保护屏幕了。但它本身是个蓝宝石的，其实也不用刻意的去保护吧。最重要的是它这个表圈能转啊，我这个表圈也能转，但是它只能转，没有任何的功能，只能解压。那这个转起来还是有那个模拟的真感。马达是吧？对，还可以吧。它这个流畅度真的挺不错的。流畅度一直很好啊。心理作用吧？是吗？我真觉得它要跟手一点。你试一下。你的这个屏幕是不是小一点啊？对，我这个屏幕是要小一点。它这个表还变大了。心理作用，真心理作用。新的你就想换新的是吧？你就想换新的呗。就换新能抵多少钱？只能抵，我看了一下，就加上国补，我还要再加1500呢，贵死了。你这只表多少天一充？我2天就得一充，2天一充，差不多。好。因为我可能记录运动，它耗的电比较快。哎，这是它的新表盘哦。好帅。1500。但是也就那样吧，我不喜欢这种表盘。哎，你这个表带好黑啊。对啊，这个蓝色里面，因为它是外面是真皮，里面是橡胶的，这个就很容易。我觉得是你的问题吧？怎么就是我的问题呢？那我没有啊，我黑色表带就是黑的呀，你看。脑袋尖尖的发言，我受不了的。谁健身？你健身，你8块腹肌。不健身就不能脑袋尖尖吗？不健身也可以脑袋尖尖啊。你们的脑血管里面全是蛋白粉。这个外观，你要是没什么话说，我们可以不用再长期说了，好吧？我觉得我这个200块钱的表挺好的。你快点掏出来，你最近买了什么？快点掏出来。这个咯。没有钱，朋友们。他买了 S25 Ultra， 他说他没有钱，朋友们。买了 S25 Ultra 就没有钱了呀。钱都花在这儿了。哎，他这个潜望是看着有点歪了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哎，为什么这个潜望会感觉看着有点歪啊？我当时在那个体验店里面看着就感觉有点歪。不知道啊，可能它一直就这样吧。就是视觉上会显得有点歪啊，感觉有点偏右一点。我跟大家说啊，就这个人他刚刚想看 N5，刚刚不是我们在看嘛，然后结果店员把他收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觉得他白来了一趟。现在他拿出来了，你要不要再看？我也不想去。根据你们的描述来说，我觉得那手机，别人体验是别人的，自己的体验是自己的。万一你觉得很好呢？你就直接想冲呢？必不可能。用户怎么办？对啊，必不可能。我觉得真没什么好冲的吧，就是反正最近有好多这种 N5的广告嘛，就是感觉 OPPO 今年好像广告费很充足，然后全都是吹。哎，我觉得我看到有一个说法，哎，就是OPPO 极力的就说自己这个没有折痕，然后线下就是用户一到线下店来看，反而还是有一点，反而会有点失望哦。折叠屏折痕又不影响使用啊，而且怎么可能没有折痕啊？你今天摸上去折痕，你再过半年来摸，肯定会加深的。你是这个圈子里的，你肯定知道肯定会有折痕，但是我们一个普通消费者看那个宣传说没有折痕，然后一到店里来看还是有一点，那还是会有点失落嘛。而且我觉得没有必要被那个什么宣传多薄裹挟吧，它也没薄到哪去啊，而且它是方方正正的，我觉得手感没有我的 Fold 3好。像华为 Mate X6其实也挺薄的。
就你宣传比现在市面上最薄的薄个那么一点点参数，我觉得毫无意义。你不如把配置拉高一点，显得诚意足一点。8999，我觉得还是一个阉割的那个8至尊版 for OPPO， 对吧？给三星的不是还是提升的，给 OPPO 的反而是降配的。我反正不理解，好吧？我觉得8999，反正我不可能买的。哎，我看了一些那个首发的那个评测，它这个阉割了一个核心，不单单是多核差了一点哦，它的单核和 GPU 也变差了。你怎么说呢？我什么都没摸到，怎么说？我只知道它太薄了，好吧？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，更多内容请持续关注一线玩家 online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